男人突然发现左腿瘸了18年的哥哥，今天居然变成了右腿瘸。弟弟满脸疑惑，连忙询问哥哥的腿是怎么回事。然而哥哥在停顿了2秒后，慌忙解释是弟弟看错了，接着又赶忙将瘸腿换回了左腿。弟弟虽然很是不解，但也没有多想。然而离奇的事还不止如此，到了半夜，明明晚上从不出门的哥哥，竟不知在何时离开了家。等到第2天早上，哥哥却又回到了床上，这反常的举动引得弟弟询问。然而哥哥却说昨晚自己一直都在睡觉。 꿈꿨어. 응? 어젯밤에 그렇게 비몽사몽하다니. 아이고. 见哥哥还是同样的理由，男人也决定晚上一探究竟。没想到这竟让他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。到了晚上，在亲眼看到哥哥睡下后，弟弟也假装趴在桌子上睡着了。很快到了午夜12点，哥哥竟不知何时来到了弟弟身后。他拿起桌子上的自动铅笔，对准弟弟的眼睛一阵狂按，眼神中似乎还带着某种仇恨。直到笔芯全部弹出掉在桌子上，才停了下来。见弟弟依旧没有任何反应，他才放心的转身离开。然而他刚走出门，弟弟就猛地睁开了眼睛。他一路尾随哥哥走出了家门，可这时哥哥好像察觉到了什么，猛然间回头望去，弟弟以为自己被发现了，谁知哥哥在确认没人后，下一秒竟大步迈开了双腿，走路都带着风，完全看不出腿瘸的样子。弟弟瞬间就傻了眼，他不禁怀疑哥哥装瘸的背后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。为了弄清楚真相，在见到哥哥上了辆出租车后，他也赶忙拦了一辆跟了上去。很快哥哥就在一条巷子下了车，而弟弟则悄悄躲在暗处观察。他发现竟有2个人对着哥哥毕恭毕敬，还尊敬地称呼哥哥为老大。哥哥竟不知何时有了小弟，他定睛一看，发现这2名小弟竟然是前段时间来家里调查哥哥失踪的警察。原来在不久前，哥哥曾在一个雨天被一伙人绑架，弟弟正好看到了这一幕，他连忙追了上去，但对方早已经走远，他也只勉强记下了车牌号。等到第2天警察赶来，他连忙将车牌号告诉了警察，然而警察却说根本就没有这个车牌号，并一致认为是当时下雨导致弟弟没有看清。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，他们一家和警察就开始了漫长的等待。毕竟绑架就意味着索要赎金，可一连等了半个月，却始终都没等来绑匪的任何消息，而警察也渐渐失去了耐心，工作起来也变得愈加敷衍。就在所有人都不抱有希望的时候，哥哥竟在第19天自己回到了家中。面对警察的询问，他却完全不记得这19天的经历。专家解释说，这是人在面对无法接受的痛苦时，大脑进行的选择性失忆，而唯一恢复记忆的办法也只有等待。而自从哥哥回来后，他的行为就变得愈发奇怪。珍惜甚至怀疑这个人根本就不是自己的哥哥，而是被人调包了。为了查明真相，他继续悄悄地跟在哥哥身后。然而在经过一个转角时，他就跟丢了对方。珍惜也意识到自己可能被发现了，于是连忙想要离开。可这时那2个假警察突然出现，拦住了他。珍惜拼尽全力逃了出去，最终藏在一个巷子才躲过他们的追踪。然而还没等他松口气，就被身后突然伸出的大手给迷晕了。等他再次醒来，竟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卧室的桌子上。正当他疑惑之际，一回头却看到了躺在床上的哥哥。哥哥正像个没事人一样和他打着招呼。他惊慌失措地跑进卫生间，将门反锁了起来。哥哥连忙跟过来询问发生了什么。珍惜隔着门大声质问他昨晚发生的一切，然而哥哥却极力的否认，并说他昨晚应该是做噩梦了。可珍惜依然不相信，并说让他把自己的哥哥交出来。우리가 어딨어？ 우리 한테 무슨 짓 한 거냐고！ 말해！然而此时外面却没有了动静，他只好拿起一根钢管，缓缓打开了房门，却发现哥哥早已不见了踪影。然而这时，哥哥突然冲了出来，将珍惜按倒在地。他连忙解释道：“어제原来弟弟曾因多次高考落榜，患上了精神衰弱，必须每天吃药才行。而他回想起昨天，当时不小心把药掉在了柜子底下，就在他伸手去够时，却被进来的哥哥打断。后来确实忘记了吃药，他这才明白是自己错怪了哥哥。于是他又在哥哥的监督下把药吃了。面对自己的无理取闹，哥哥却都选择了包容。珍惜甚至有些惭愧，他忍不住向哥哥道歉，但哥哥却并没有在意。然而就在哥哥走后，珍惜却在捡掉在地上的铅笔时，意外看到了桌子上昨晚掉落的铅笔芯。这一刻他非常确定，昨晚的一切都不是梦。而此时他也回想到，自己并没有说出租车的事情，而哥哥又是怎么知道的呢？他瞬间感到一阵毛骨悚然，于是他连忙将这件事告诉了母亲。而母亲在听完后也满脸的不可置信，并打算将这件事告诉父亲。但珍惜却表示不用，因为如果今晚哥哥还出去的话，到时他会叫上父母一块跟过去看看。母亲见状也只好答应。谁知到了晚上，珍惜却在起床上厕所时，听到母亲房间传来打电话的声音。
他瞬间感到一阵脊背发凉，难道这个母亲也有问题？他想要打开一丝门缝听得清楚，却不料踩在地板上的声音还是惊动了母亲。母亲赶忙出门查看，好在他及时躲进了卫生间，才没有被发现。听着母亲在向电话那头汇报他的情况，珍惜越发感到恐惧。这时他听到母亲马上要到他的房间查看，珍惜连忙跳出窗户，准备从外面爬回2楼的房间，因为如果被发现，他可能永远也无法得知真相。终于就在母亲开门的一瞬间，珍惜成功回到了床上，看着正在熟睡的儿子，母亲也露出了一个诡异的笑容。在听到关门声响起后，珍惜这才松了一口气。然而他刚坐起身，就发现了正站在门口望着他的母亲。这时他才注意到，原来是身上的雨水和打开的窗户暴露了他，可母亲却并没有拆穿他。母亲说罢便离开了房间，转身回到楼下后再次打了一个电话。 빨리 와야겠어. 날 부르셨다는데 모르는. 而此时珍惜也越发惶恐，他意识到自己必须尽快离开这里，于是他直接从2楼跳了下去。但殊不知声音已经惊动了母亲。就在他刚走出大门时，就遇到了赶回来的父亲。珍惜意识到这个父亲也有问题，光是从父亲脸上那诡异的笑容就能看得出来。然而还不等他离开，母亲就带着一个陌生人向他围了过来。他赶忙一把推开父亲逃了出去，而那名陌生人也追了过来。好在没跑多远，他就看到了不远处的警察局，但此时陌生男人也已经近在咫尺。这时突然一个外卖小哥冲出，把对方撞倒。珍惜抓住机会，连忙拦住一辆警车。男人见状也不得不选择放弃。珍惜本以为自己终于得救，谁知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他彻底崩溃。警局里，年纪比他还大的警察居然称呼他为大叔。起初他并没有在意，以为是警察喊错了。但当警察查出他的身份信息后，才让他彻底懵逼。 주민번호 770427 1665 177 맞죠? 네, 저 맞아요. 너 77년생이시면 올해로 41죠? 네? 저 21살인데요. 一屋子警察都笑了，珍惜很是不解，连忙问警察：“今年不是1997年吗？”然而警察却指向了一旁的日历，珍惜看去，却发现原本应该是1997年的日历，竟不知何时变成了2017年。这时他才注意到，房间内所有人都用着自己从没见过的智能手机，电视上也正播放着川普访问韩国的新闻。男人彻底懵了，他惊恐地看向镜子，却发现原本稚嫩的脸庞，竟不知何时变成了满脸雀斑的中年大叔。他满脸不可置信，恐惧感瞬间席卷全身。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，他再次返回了那栋房子，但此时这里却空无一人。隐约间，他只听到楼上传来阵阵音乐。他带着疑惑来到2楼，却发现声音来自家里那扇从没打开过的房间。他们第一次搬来这里时，父亲就曾告诫他们，这间房内放着前任房主的重要东西，绝对不允许打开。可珍惜却总在吃饭时听到楼上传来声响，就像是重物掉在地上的声音，但似乎这种声音也只有他能听到。全家人都毫无反应。而到了晚上，这间房子半夜偶尔还会发出怪异的声响，但每次他想要打开门一探究竟时，哥哥总会及时出现，并说是他产生了幻觉。但现如今看来，这间房子一定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。他推开门走了进去，却发现房间内躺着2具浑身是血的人偶，一把匕首就掉落在人偶身旁，显然是有人在故意模仿凶案现场。正当他一脸茫然之际，哥哥却满脸失望地走了进来，紧随其后的还有他的父母。珍惜询问他们有什么目的，而哥哥也终于向他讲述了这背后恐怖的真相。原来在20年前，这里曾发生一起凶杀案，凶手杀光了家里的所有人，却只留下一个3岁的小男孩。由于当时的技术有限，警方最终也未能找到凶手。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起案件也慢慢被世人淡忘。很快就过了15年的追诉期，而当年的小男孩忍辱负重，已经一步步成长为黑帮大哥。他对当年的案件仍心存不甘，于是花高价请人调查。终于在4年后，他找到了当年的凶手。可当他把凶手抓起来后，对方却丝毫不记得当年的事情。起初他以为是凶手嘴硬，可不管他用上任何手段，即使是吓得尿裤子，对方也始终回忆不起当年的事情。最后他们才确定，凶手应该是在行凶后，心里遭受了无比痛苦的打击，导致大脑潜意识抹去了那段记忆。但男人不甘心就这样杀了他，他想要知道凶手为什么要这样做，或许凶手的背后还有人指使。于是他请来了一位催眠大师，虽然大师催眠经验无比丰富，可对方的心理防线却异常顽强，始终不愿回忆起当年的事情。而他们只剩下最后的办法，通过催眠让凶手的记忆回到案发之前，再加上辅助催眠的药物来维持，让他一步步回忆起当年案发的经过。于是男人找来了专业演员扮演他的母亲，让大师扮演父亲，他来扮演哥哥。在凶手的记忆里，他们一家正在搬往新住所。于是当他再次醒来后，看到坐在一块的3人，就理所当然地把他们当成了家人。而他们搬家的地方，就是当年的案发现场。而每次他听到那个房间传来的声音，都是有人在精心还原现场，甚至连位置都丝毫不差，为的就是通过现场的刺激来激发他当年的记忆。谁知就在即将大功告成之时，意外却突然发生。警察怀疑哥哥涉嫌诈骗，强行将他带走了，而这又刚好被弟弟看到。
无可奈何下，哥哥只好让小弟假扮警察来蒙混过关。后来哥哥动用社会关系，在19天后被放了出来。可他看了一下天气，连续多天都没有雨，因为当年案发时正下着雨，所以他只能选择等待。可就在等雨的这些天，却让珍惜渐渐发现了破绽。后来母亲也露出了马脚，这才有了珍惜逃跑的事情。虽然珍惜得知了真相，但他仍然坚信自己没有杀过人。男人见状也失去耐心，准备将他带到野外直接杀掉。珍惜不愿坐以待毙，在趁他们不注意时，直接从车子上倒了下去。随后他跨过护栏，穿过车流，一路逃到了一个巷子。这时男人也开车追了过来，他一脚油门踩下，准备直接用车撞死珍惜。不料这时一辆车突然从路口窜出，男人追尾后直接撞在了树上。珍惜连忙上前查看，在确认男人昏迷后，他才松了口气。然而就在他准备离开时，却被一辆失控的货车给撞飞了出去。而就是这么一撞，也彻底让他回想起了一切。20年前，一家人开车去旅游，不料中途突然发生车祸，父母双双遇难，哥哥也奄奄一息。为了救哥哥，珍惜掏空了家底。恰逢此时又遭遇经济危机，珍惜也失去了工作，他只能四处贷款。可在当时的环境下，没有一个人愿意给他放贷，就连找工作也屡屡碰壁。而这时，哥哥的主治医生却下达了病危通知书，如果再筹不到钱，哥哥就彻底没救了。在走投无路下，珍惜抱着最后一丝希望，在网上发布了求职信息，不管什么工作，哪怕是出卖灵魂，他都愿意干。没想到在几天后，他竟真的收到了回复。虽然对方开出的价码很是诱人，可对应的要求竟然是要他去杀个人。这一刻珍惜犹豫了，从小他连鸡都没杀过，更别提杀人了。但对方只给他1晚上的时间考虑，并且机会只有一次，一边是仅剩的亲人生命危在旦夕，一边是从此要背负上杀人的罪名。他就这样坐在电脑前整整一夜，终于在经过无数次的思想斗争后，他还是接下了这个任务。根据对方的描述，他要杀掉眼前这栋房子的女主人，但绝对不能伤害孩子。很快他就找到了卧室的门，可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母亲正搂着3岁的儿子熟睡。这温馨的一幕还是让他没忍心下手。可就在他准备离开时，女主人却走了出来。他以为是自己老公回来了，可当他看清男人手上的匕首时，瞬间就明白了他的意图。珍惜连忙让他不要叫，并说自己马上就走，不会伤害他们。女人也听懂了，连忙捂住了嘴巴。珍惜边后退边对女人道歉，并祈求她不要报警。可就在这时，楼上的女儿听到动静下楼，看到珍惜手上的匕首，瞬间吓得尖叫不止。珍惜想要推开门解释，不料用力过猛，在两人摔进去的一瞬间，刀子一不小心扎进了女孩的肚子。女孩在地上翻滚了2下后，就彻底没了动静。珍惜瞬间意识到自己闯大祸，脸色被吓得苍白。可就在这时，身后突然传来女人的尖叫声，珍惜瞬间情绪失控，拿着刀子直接冲了上去。看到女人也没了动静，他吓得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就在他失魂落魄的准备离开时，身后的小男孩却叫住了他，询问他的妈妈去了哪里。珍惜不想再杀人，于是告诉小男孩，只要他钻进被子里数100下，妈妈就会回来。小男孩很听话的回到床上，按照他的要求开始数。而就在珍惜准备逃离现场时，却惊恐的发现墙上的一张全家福照片，上面的男主人竟然是哥哥的主治医生。这一刻他终于明白，这背后指使他杀人的竟然是女人的老公。很快珍惜在天台找到了医生，他质问医生为什么要这么做，但医生却表示只有他的妻子死了，他就能领取到保险金，他们一家才能活下去。但现在女儿也死了，所有的计划都没有了意义。他打算现在就杀了珍惜报仇，说着便打算将她推下天台，但没想到围栏发生了松动，医生失手间自己摔了下去。这件事之后，珍惜无法接受这个痛苦的现实，在一次次的心理折磨后，最终选择了失忆。当他从医院醒来后，已经明白了一切，看到一旁的男人正打算给他注射毒药，珍惜也开始向他道歉。男人瞬间意识到他恢复了记忆，连忙丢掉毒针，问出了心中一直想问的问题：为什么要杀他的家人？其实他早就隐约猜到了答案，因为他调查到，女人在死前的1个月，丈夫给妻子买了意外保险，而他之所以这么费尽心思的寻找凶手，就是幻想着还有别的可能。珍惜不想再伤害这个男人，于是便独自承担下了所有罪名。可男人却还是从珍惜的眼睛中看到了答案。 정말 남편이 뻥진 거를 완전 너 우연인 거잖아, 그지? 어? 씨발 그런 거지? 그걸 지금 나 보고 믿으라고.
随后男人像是下了某种决定，在最后说了句保重后便离开了。得到答案的他心如死灰，随后便从医院跳了下去，而恢复记忆的珍惜也无法原谅自己，最终用毒药结束了生命。